家里空水瓶不要再扔了，用它来种香菜真棒呀！邻居见了纷纷都学起来了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小明家魔法。平时家里面都会有许许多多的塑料瓶子，那么这时很多朋友都是直接把它当作废品拿去卖掉，那真的是太可惜了。今天我们要把矿泉水瓶给利用起来，用来种植香菜，不需要土壤，也不需要肥料，简单的种植一下就能够长出鲜嫩的香菜。邻居看了之后都纷纷的学了起来，既省钱又实用。我们都知道香菜的味道非常的香浓，喜欢吃香菜的朋友就会感觉越吃越香越好吃。但是买回来的香菜不容易保存，如果买多了一下子没吃完，放在家里没放几天就会发蔫变坏掉。其实只要学会了这个种植香菜的小技巧，那么我们就能够天天吃到新鲜的香菜了。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具体了解一下吧。首先，我们要把塑料瓶简单的改造一下。我们拿把剪刀过来，在瓶子最上面凹槽的地方剪上一圈，把塑料瓶一分为二。剪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，不要割到手指。剪好了之后就是这个样子，这样矿泉水瓶就被简单的改造好了。现在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瓶子来种植香菜了。接着准备一把香菜，香菜的营养丰富且香味独特，有去腥增味的作用，还能促进人体的新陈代谢。但是在用到香菜的时候，很多朋友都直接把香菜的根切掉，最终根部归宿都是垃圾桶。告诉大家一个秘密，其实香菜的根可以再生香菜的。先用刀把香菜根切出来，切的时候要保留住上面大概5厘米的长度，这样就方便种植香菜。根部切下来之后，看一下有没有腐烂的根部，如果根部有些腐烂了，我们要把它挑出来扔掉。亲爱的家人朋友们，制作视频不容易。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，麻烦您动动发财小手，帮我点个赞支持一下吧。您的支持是我前进的最大动力，感谢大家的支持。这个时候的香菜不用洗，让它的根沾些泥土更好。卷毛的香菜非常的新鲜，刚从土里挖出来，还绿油油的，特别的好看。把香菜稍微整理一下，把它整理得整齐一些，这样操作起来会更方便。先拿来瓶子的头部，从割开口那头往瓶口的位置插，直到香菜的根部全部裸露出来。如果大家想一次多种一些，可以选择大一点的瓶子，这样就不用割很多的水瓶了，也省下不少时间。把塑料瓶的瓶口朝下，香菜的根部朝里面，插到塑料瓶的另外一端，这样2节塑料瓶就能够很好的卡在一起。在里面倒入一些清水，清水的用量要控制好，要把香菜的根部全部都淹没住，这样香菜就种植好了。把塑料瓶放在阳台，或者放到比较温暖的地方，这样里面的香菜就能够茁壮的生长了。过段时间之后，新鲜的茎叶都能够长出来了。需要注意一点，就是里面的清水要每隔2-3天换一次，要保证水的新鲜度，防止香菜根部出现腐烂的情况。如果你家里面有刚吃完的蛋壳也不要扔，这个蛋壳可以当做肥料使用。
把蛋壳稍微捏碎一些，放到下面这一节塑料瓶里面，勤快地换水，这样子香菜就出来了。这是我种植了2天的样子，大家看已经开始发芽了。那么我们平时去外面购买香菜的话，都知道价格是比较贵的，1块钱就得那么1-2根。所以我们在家自己这样子处理，又可以省钱，吃着也健康，也不用担心啥有农药或者是其他的化学物质。当我们看到家里阳台上各种花草植物、各种水果盆栽、各种蔬菜盆栽，它们不断生长，充满旺盛的生命力，真的是一件令人非常喜悦的事情。每天都有一些小变化，每天都带给我们一些小惊喜，看着自己亲手种植出来的绿植和蔬菜，渐渐越长越长，越长越多叶子，越来越茂盛，真的觉得好神奇，好开心，好新鲜啊！喜欢吃香菜的朋友也可以试试，在自家的阳台上种1-2盆香菜，到底会是什么样的感受？闲暇无聊的时候看一看，也会有不错的收获呢。蔬菜中凭一种最为2极分化的食材，那夺冠的一定是香菜。喜欢的人视若珍宝，恨不得天天吃，每样菜里都放，见了就走不动路，闻到香味就食欲大开。讨厌它的人见到就跑，甚至一闻到它的味就想吐。不管你是喜欢还是讨厌，都不影响香菜登堂入室，大到星级酒店的高档酒席，小到百姓餐桌1日3餐，都能让见香菜的身影。随着香菜的使用越来越广，身价也直线上升，由原来几块1斤，涨到几十元1斤。眼下进入冬季，吃火锅的也多了起来，香菜就成了涮火锅的首选，价格也就跟着上涨，每斤20多元，确实让普通家庭难以接受。如果您喜欢吃香菜又嫌贵的话，试试我这个种香菜的方法，只需要废旧塑料瓶子，在家里就能种出美味可口的香菜，想吃就采，1个冬季都不用买了。以上是给大家分享到塑料瓶种植香菜的方法，是不是特别简单呢？以后家里塑料瓶不要扔了，真的是太浪费了。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给我点赞、关注、转发哦，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明天视频再见。